我们班上总共29个娃儿嘛，就是2个还没接受检查，其他的都已经住院了。200多的就很少，很少，60%都是在以上。我们家上了1年，所以我们家这个数值没那么高，是290。有些上3年的话，它数值到有400多、500多的。偶尔腹痛、肚子疼，脾气暴躁。医生说过，先对这个小孩神经系统影响，他会不受控制的，就是发火还是怎么样。现在是采用的是3+4+3一个疗程。前3天是排铅，排铅完之后有4天的营养液。这个数值如果降下来，就回天水，回老家观察15天左右吧，再过来测。目前是自费，因为这才住院，不知道后续的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嘛，看娃排铅的情况嘛。我们现在关心只是娃的治疗，只把孩子治疗好了，其他事情不担心。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前几天我们讲了一期甘肃天水幼儿园集体铅中毒事件。就在前2天，事件有了最新进展，通报中确认了这个超标的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种颜料。最新的一些情况就显示连幼儿园的老师都慌了，因为不少老师也去跨省做检测了，也是超标，血铅指标高达400毫克每升左右。但是这份最新的通报中仍然遗留给公众很多疑问。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些还没有解释清楚的未解之谜。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刚了解这个事件，我们首先还是简单先理清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了解情况呢，可以直接跳到第2节哈。就7月1号的时候，麦积区市场监管局和公安分局接到了群众的反映，查获了一起幼儿园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的部分幼儿血铅异常案件。这个某幼儿园就是天水麦积区鹤石培新幼儿园。事情的起因是6月下旬的时候，一些家长发现孩子长期出现脱发、流鼻血、牙龈出现那种黑色铅线、厌食、呕吐等等症状此前呢就被误诊为脾胃虚弱。之后有些家长就带幼儿到省级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确认是血铅异常超标，最高值高达了500微克每升。7月3号的时候，涉事的幼儿园已经关停了，相关的部门就查封了食物的流样，并且送到了省疾控中心进行复检。当地就开始成立调查组，开始流调溯源。当天有19名幼儿在家长的带领下，就跨省赴陕西的西安进行治疗和检测。有记者在西安中心医院的住院部就看到楼道里就听到了一些幼儿的哭声，那些家长就面容非常憔悴就说孩子们又血管又细，然后又怕打针，扎针的时候就难免就有哭闹。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检测结果的巨大差异。有家长就反映说，天水测量的结果是30几，西安测的就是300多，检测数据相差高达10倍。有家长就说周边娃儿们的这个血铅含量就没有低于200的。之后，幼儿园的家长陆陆续续都知道西安中心医院是陕西省的化学中毒治疗基地，就先后都陆续从天水赶过来，赶到这个医院给孩子们来看病。在7月7号的深夜，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天水市鹤石培新幼儿园的多名老师经过检测，也发现血铅严重超标。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幼儿园多名老师的检测结果呢，现在已经陆续出炉了。已经知道了2位老师检测结果，一个人是395微克每升，另外一位是超过了500微克每升。目前据该幼儿园的老师讲，就平时他们是跟孩子们在幼儿园一起同吃同住的，这说明这后厨跟老师也不是一条心你看后厨这帮人肯定就不敢吃他们自己做的这些食物，如果后厨这帮人拉去检测，应该都不会超标那多名老师就对当地的这个检测结果也不放心嘛，他们也跑到西安去做跨省检测了结果就是发现了这个血铅超标。现在甘肃天水市政府相关部门也向这些老师表示，针对这次血铅异常事件，他们在天水市设立了专门的这个专家医生团队，对血铅异常的老师会进行专业的治疗。这其中一位老师说就目前他还是有恶心的症状，他出现症状大概是在半个月前，他出现了那种头晕恶心的症状，身边呢也有个别同事有类似的反应，不过说当时大家都没太在意，以为是生理期的反应。据他了解其他老师的检测结果也都比较高。现在就有来自甘肃天水的相关的部门工作人员在现场也在动员有视频就流出来了，就是一是希望老师们回天水进行治疗，也动员孩子家长回天水治疗。老师怎么做决定，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孩子家长，我相信99.999%就没有人愿意回天水去治疗因为已经不信任了。
500多不止，人家那店给我是61.24。如果说我没有来检查，这个是什么样的后果？他现在还说了什么让我们回去再吃？你说我一个500多数值，我敢回去吗？我根本不敢回去，哪怕你不管我不赔，我自己治我都不会去。对啊，而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回天水治疗呢？那你说家长想在哪儿治疗不都行吗？对，而且刚才我讲了，西安中心医院它是陕西省的一个重毒救治的基地，也就是说它的救治水平应该也会更高哈。而且冲着天水这份检查报告，大家也都不相信他了呀。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这个我自己当时看新闻的时候就发现了，然后我在看下面网友的评论的时候，也有一些网友发现了，就是这个事情早在微博发酵之前，就是被大家舆论发酵，引发众怒之前哈，就是有部分的家长带小孩去做这个血检嘛，天水出具的检查结果就是说合格，然后都在安全范围以内。那个时候微博远远没有发酵啊，那为什么他一开始出具的结果就是假的呢？然后就是有些家长就有点不放心，然后就带着孩子又去旁边的这个西安市进行复查，然后发现西安市的结果呢都很高，数值都是什么300、400、400、500，已经是铅重度。然后家长把这个事情曝光，才引爆了热搜，有了舆论压力。也就是说，天水医院它并不是说在舆论压力发酵之后，然后为了平息舆论压力，选择了一个出具假的报告或者低数值的报告，而是说他一贯做法。那你想，家长只是带一个小孩来你这做检查，一般也不会说是哪个幼儿园的，也不会说我是这家幼儿园的，我带我孩子过来做血检，是吧？所以我个人感觉也不一定是幼儿园跟这个天水医院串通一气，而是说天水医院它确实存在着一个问题，它可能就是常年的有小孩来做血检，不管你是哪家幼儿园来的，他可能给出的这个数值报告都是有问题的。对，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哈。这个后面我也会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哈。那7月8号就甘肃天水市联合调查组就已经发布了一个关于天水市麦积区培新幼儿园血前异常问题的调查处置情况的一个通报，说是截至7月7号晚的10时，这个培新幼儿园的251名幼儿已经全部检测完成了。根据血铅的标准认定，血铅异常呢有233人，正常的是18人，也就是说高达92%的幼儿都出现了血铅中毒。没有具体讲这18人就是没有问题的这18人是什么情况，估计应该是入园比较晚的幼儿，或者是那种平时吃饭可能就比较少的哈。培新幼儿园相关联的渭北幼儿园、慈爱幼儿园、蒙迪爱幼儿园检测的这个结果均为正常哈。有关部门呢现在已经组建了专家组，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现在已经有8人被刑拘，这8人都是这个幼儿园相关的工作人员。现在网上也流传了一些工作人员劝返这些家长回甘肃治疗的视频哈。从目前的报道看，大量家长目前仍在西安接受治疗，这说明家长们对当地的检测和治疗能力都信任度极低。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当地如果说劝家长回天水治疗，我觉得这本身就挺荒唐的。那你说孩子生病，家长肯定是选择医疗资源发达的城市嘛。我在网上还看到有家长不仅是说带孩子去西安，现在已经有家长带孩子去上海治疗了，并且上海儿童医院的这个医生就说看这个小孩的情况，他那个牙齿上都已经出现那个黑色的那个线嘛，铅线。对，就说这个一定是慢性中毒，而且时间是长达3个月以上，绝对不是说短时间内什么1个月之内吃了一点发高就可以达到这么大的这个影响，这么大的中毒剂量的。我这边上午也刚来了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病人，同一个幼儿园的，开了住院证还在找床，他这个他的牙龈呢也有缺陷，那么我初步判断呢，这个应该是一个慢性的。根据我这个病人看，起码是3个月左右。如果要是最近短期内1个月之内刚刚接触铅的，1到2个疗程就可以把它降到正常。如果要是去年就开始这样接触到铅了，那么这个可能要个疗程以上，甚至7、8个疗程。现在还有很多网友有巨大疑问的一点，包括我自己有非常大的疑问哈，就是官方的通报显示是食堂的工作人员从网上买的颜料，把这个颜料用作添加食物里面，然后做一些什么颜色非常鲜艳的面团发糕给小朋友吃，才导致了铅中毒。那我们从这个
发布的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哈，首先它视频的时间非常的短，只有10几秒，而且这个食堂的工作人员呢戴了那种做饭的那种帽子，但是口罩却摘下来，而且那个角度哈看得非常的清楚，正脸也完全看得到，就感觉好像是推出了一个人。然后你说，你看，就是这个食堂员工犯的错误，他把颜料添加到面团里了，好像就以此就可以堵住舆论之口一样。那么据我们现在已知的信息，很多孩子他这个铅中毒的指数都已经高达400-500了，属于重度中毒。如果孩子们是吃了这些食物而导致的铅中毒的话，那么这个幼儿园应该是长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起码春夏秋冬1年，你可以放多段的这种视频，对吧？而不是这么只有一段，并且只有短短的数十秒、10几秒钟，而且还看得这么清楚，这个角度还有食堂工作人员的脸，就觉得就挺奇怪的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一些家长说哈，在这个幼儿园里面，最近半年入学的孩子，他的这个指数相对就比较轻，是属于100-200，轻微中毒。那么入读超过2年的小朋友，他的指数就比较重，400-500，重度中毒。那么也就是说，这家幼儿园它这个铅中毒哈，不管孩子是吃了什么，应该是一个漫长的，长达2年的一个食物。那你说这个3色发糕，它是2年的时间，小朋友都在吃吗？那么如果不是说这些彩色面团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啊，是不是类似于安神汤？因为小朋友经常哭闹嘛，那幼儿园可能就为了让小朋友安静不哭闹，就给他们吃安神汤。其实我想，像安神汤这种东西，反而才是有可能在长达2年的时间内，每天都给小朋友吃的一样东西。除了到底是吃什么食物才能导致长期的铅中毒、漫长的时间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食用色素，它其实也很便宜，它不一定比那个绘画的颜料贵，因为现在曝光的视频是说食堂员工把绘画颜料、什么工业染料放到食物里了，就网友们都查了，食用色素其实便宜的有的就几块钱，你买个染色的什么胡萝卜，甚至有的你都不用去买食用色素，你就里面放点菜叶子，放点胡萝卜一搅拌，它出来的也是有颜色的，就很奇怪。因为这个东西食用色素它又不是说怎么特别高昂成本的一个东西，就园区幼儿园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节约这个成本而犯一个这样大的一个错误。好，接下来我就会一一解答你这几个疑问。首先就是关于安神汤这个传闻，网上确实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我上一期节目也讲过了哈，有这个怀疑。但是目前根据最新的通报来讲，这个疑问基本上可以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就是老师他也血铅超标啊。如果是这个安神汤的话，那肯定只能喂给幼儿吃，老师是不会喝这个安神汤了，对吧？那为什么老师血铅也超标呢？那只能说明同吃同住的老师跟他们吃了同样的食物，或者是接触了同样的物质，也会血铅超标。那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师配合造假，老师的血铅没有超标，他们就说他们超标了，但这种可能性太低了，因为他们跑到了西安去做的检测。那也就是说，西安的中心医院也要配合进行说老师的这个检测结果是超标的。那西安中心医院要给出一个明明不超标却检测出超标的这么一个假的报告，他担的责任会非常大。那你说他能掩护谁呢？他也就掩护了为了安神汤的这些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有这个能力吗？显然没有啊。所以老师血铅超标的这个结果就说明了不可能是因为安神汤的结果。我再来解答你另外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食用色素也如此便宜，为什么却去买那种有毒的颜料呢？你看这个培新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李慧芳，她名下一共有4所天水的幼儿园，那目前只有培新幼儿园出了问题，其他3所幼儿园的检测结果均是正常，这就产生了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血铅异常呢？只发生在培新幼儿园这一家。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你问的，为什么食用色素这么便宜，还要用价格差不多的这个颜料？食用色素确实不贵啊，10几块钱就能买那么一大瓶，而且用量极少。相对于这个幼儿园的每月的房租啊、人工等等开销，这点钱简直那就是9牛1毛。甚至好一点的绘画的这些颜料，价格比食用色素还要贵。那它到底图啥？我推测了一下，可能是一种极度冷血的计算。幼儿园的孩子基本上3年他就会毕业离开这个幼儿园，对吧？然后负责人和后厨人员呢心知肚明这种颜料是有害的，他们不可能傻到颜料不能吃都不知道，对吧？但他们可能就觉得通过稀释一下，第一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危害，
第二，这些孩子在这里只待3年，3年以后就上小学了，他们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反正呢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就丧心病狂的就先用了。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颜料其实并不比食用色素便宜多少，但还要用这个颜料呢？就是它肯定是在网上买那种最便宜的颜料，那最便宜的颜料长期用下来，1个月可能也省那么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那这个李慧芳名下也有4家幼儿园，每家幼儿园1个月能省1000块钱，那乘以4的话就是4000块钱。这4000块钱就意味着4000块钱的利润。那这只是它节省成本的一方面，它肯定在其他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节省啊。他可能就认为这个利润就是这么东省省西省省省出来的，所以他就认可了这种往食物里面添加有毒的颜料的行为。哎，可是听到这儿你刚才说了李慧芳名下有4家幼儿园嘛？对。那他如果为了节约成本，应该4家幼儿园都这么干啊？你刚刚算了嘛，每个月节约4000。如果只有1家幼儿园这么干，就节约1000块钱，冒这么大风险也不值得呀。对，所以我下面就要解释为什么他名下的其他3家幼儿园现在还没有出问题啊？我认为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行为可能确实是按照通报中所说的是从下到上的行为，而不是从上到下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真的是由这个后厨申请的，实际控制人他就同意了，但实际控制人他心里呢也没谱，就还是有点担心嘛，他就想先试水看看效果。那如果确实没有问题，后续大概率就会推广到其他3家幼儿园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想推广的时候，他也有很多顾虑就需要说服其他3家幼儿园的厨师这就存在着一定风险比如这个厨师关系不熟担心把事情说出去，或者厨师可能会举报或者要挟他。所以他一开始就只能一步一步来，就先从培新幼儿园入手。培新幼儿园的厨师后厨呢，可能跟他第一比较熟悉，知根知底；第二呢，可能就是厨师主动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算计的并不是1家幼儿园1个月能省多少钱，而是4家幼儿园最终1个月能省多少钱。那么当他最后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也能搞定其他3家幼儿园的后厨的情况下，那么就会推广到其他3家幼儿园。那么1个月可能加起来就有几千块的节省，甚至更多这样的算计如果是真的，那就让人不寒而栗那就意味着他把培新幼儿园的孩子当成了试验品。我理解你说的，如果真的是幼儿园的老板，他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出发，他从1家幼儿园开始做试点，然后如果没问题再推广到其他幼儿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就是随着最近你看这么多网络事情，不管是之前的协和4+4的学阀事件，还是说到黄洋甜甜，还是说到最近的南航机长跳楼，被大家发现原来还有非2代，就是公众对于政府发的这个报告的信任度已经远远不如之前了。这次的天水幼儿园集体铅中毒，大家的这个舆论反馈还有网友的留言我也都看了一下，我感觉大家对这个调查结果多多少少还是说不是完全信任的。因为如果说真的只是说把这个颜料放到食物里的话，哪怕它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出发，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他干脆就不要添加这个颜色染料了呀。那你看连这1000块钱的成本都不用花，因为你想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一个幼儿园的老板，他如果连孩子们的健康他都不考虑，他会管孩子们吃得饱饭吗？显然更不会在乎了。他添加这个颜色无非就是让这些馒头花卷颜色更鲜艳一点，吸引小朋友去吃嘛。那他与其添加，那还不如不添加，就白色，还没有污染，没有危害，没有毒品了。那无非就是小朋友觉得没那么鲜艳，吃的少了。那你说他连孩子健康都不在乎，他会在乎孩子们是吃了2个馒头还是1个馒头吗？我觉得他不会吧。那他如果真要是节约成本，干脆这1000块钱都不要花了。其二呢，就还是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家长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报告的时候，天水医院出具的检查结果就是假的，他那个就没有显示说孩子真正的那个血铅的值。所以很多网友就感觉说这个事情就感觉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真相到底如何？是不是说当地就是一直铅中毒很严重，然后这个医院是长期的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对于来检测的小朋友，甚至有可能是成人来做血液检查，给你的结果都是不准确的。就是这个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作为网友普通人我们很难自己去跑去一线调查。但是我觉得吧，也许这个事情后续会有更多的调查，或者说有接下来的反转。你说的挺有道理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件后面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其他因素被发掘出来。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环境污染，就是很多网友怀疑嘛，说当地有一些跟铅化工有关的工厂，是不是因为可能是环境污染导致了普遍性的一个铅中毒事件？哈，我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可能性。网上有人就怀疑是当地的这个化工企业造成的这个环境污染导致了血铅超标，而推几个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出来顶包承担责任嘛。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分析评论，但我认为这个概率其实非常低哈。当地的化工企业它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只能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如果是环境污染导致的，那么当地为什么其他3家幼儿园的孩子他就没有问题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点啊！你想，现在舆论已经这么大了，其他3家幼儿园的家长肯定也都带孩子去做了检测，而且肯定是去外地做了检测，但是目前没有爆出更多的问题。没有爆出这些问题，不可能是因为维稳的因素导致这3家幼儿园的家长都不发生，我觉得这可能性几乎为零。更重要的是，前面我提到7月7号深夜就发现这个培新幼儿园的老师经过检测嘛，血铅也严重超标。那根据幼儿园的老师讲，平日他们就和幼儿园的孩子同吃同住，这说明问题就应该出在幼儿园，否则其他家长也都会检测出问题了，因为其他家长也做了检测，基本都是孩子的1/10左右。所以目前综合所有信息来看，你看出问题的就是这家幼儿园的老师和这家幼儿园的孩子，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家长都没有出现问题。这就意味着大概率这个事件它就是出在幼儿园的内部，而不是出现在幼儿园的外部。所以当地的化工企业可能确实会导致当地普遍性的会有血铅的一些升高，但是他们并不是引发培新幼儿园的幼儿和老师血铅异常升高的重要因素。接下来我就要讲你另外一个疑问，就是非常令人愤怒的这个天水医院检测的问题。是啊。家长就说哈，你说天水那边通知他们说血铅检测结果是33微克每升，而西安的检测结果是400多微克每升，这个数据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呀，几乎是差了10倍。所以后来不少家长就从天水带孩子去了西安进行检测和治疗。家长们之所以跨省去西安做检测，就是担心在当地拿不到真实的检测结果。这种检测结果的巨大差异绝不是仪器误差能够解释的。正常情况下，不同医院的检测结果可能会有20%左右的误差，但不会差10倍。所以不少网友就分析认为，这可能就是人为修改了检测结果。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白衣天使当年学医的时候宣誓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圣洁和荣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和他们现在的这些行为对比，良心啊，是不是都喂狗了？另外就是刚才你讲的，更让人担心的是，在事情还没有大规模发酵的时候，检测结果就是错误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家长的这种集体行为嘛，只是个别的家长因为怀疑，所以去了当地的医院做了检测。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啊，事情远远没有发酵，肯定不存在所谓的维稳力量的介入。那即便如此，他们拿到的检测结果也是这么低，在100微克的这个所谓的安全范围之内。说到这儿，我要插一句哈，这个100微克的安全值其实本身它就不够安全。对比看一下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中国的安全标准已经非常宽泛了。也就是说呀，天水当地医院，它无论是什么人去检测，给出的结果都是偏低的。这到底是仪器失灵还是人心失灵啊？事件闹大之后，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检测机构的这个报告哈，说这个医院的检测出了什么问题，也谁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在舆情已经滔天了，他们安然无恙。对于天水当地医院的检测结果，如果不总结不追责，未来还会耽误多少病人的诊治和健康安全啊？这是多大的隐患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首先，我们还要明确一点哈，说中国的食品监管制度在纸面上是很完备的，核心的法律依据是《食品安全法》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从制度设计上看，它讲的就非常清楚哈。就第一，幼儿园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才能办食堂；第二，园长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第三，每天的食物必须留样48小时，以便事后溯源；第四，必须建立完整的食品进货台账，确保每一批食材能追溯来源；第五，食材要来自正规渠道，具有合格证明，禁止使用来源不明的农产品。第六，还鼓励实施家长陪餐制和阳光厨房工程，实现家长参与，过程透明。
对啊，制度很丰满，然后但是现实很骨感，对吧？尤其你刚才说那点，还鼓励家长参与。我基本上看到的全国各种报道出来的事情，都是说家长想参与，根本就参与无门呐。而且家长偶尔偷摸溜进去一看，都能发现问题。之前还有大学的说那个什么绞肉机里面全是蛆虫，就贼恶心。就蛆还算好的了，最起码它没有毒啊。问题啊，其实就是出在这个纸面制度和现实执行上的巨大落差上。那么就请问了，监管部门去哪儿了？根据制度啊，这类食材早就应该被拦在门外了呀。按理说，食材供应商要提供检测的合格报告，要批次登记，产地呢要有票据入账啊。监管部门要定期检查，要突击抽查，要查验这个食材的合格证和流样啊。现实是，这些程序根本没有人认真执行。令人非常不解的是，当地监管部门在事件曝光之前，还曾经多次检查过这个幼儿园啊，却没有一次查出问题，直到家长送孩子体检才发现问题。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所谓监管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呗，走流程、写报告、盖章，一套下来，事情看似呢合情合理、合规，但没有一项是动真格的呀。你看这个后厨，他也装了摄像头嘛，是吧？这已经公布出来这些视频了。那为什么要装摄像头啊？就是为了让厨房有监管更安全呗。但是摄像头装了，没有监管的人看呢。食材留样了，但也许啊就没有按照规定留样，就留的是那种造假的、没有添加剂的样品，而不是真正端给孩子吃的样品，就没有人认真监管、认真查。文件是齐全了，但掩盖的是不负责任。也就是说，从监管部门到园方的管理，从食材的采购到监督的抽查，从每个环节啊好像都在场，但都不起作用。所以这次事件再一次不得不让人们老生常谈啊，为什么制定的制度总是那么好看，但现实总是那么无力？为什么监管总是在出事之后才姗姗来迟？为什么家长要靠跨省的体检才能替孩子争得一个真相？天水幼儿园事件啊，这次真是把甘肃的天给捅破了。家长和网友现在都呼吁啊，应该最起码由省级或者国家层面来介入调查，质疑当地检测结果的公信力。天水市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目前看确实有一些蹊跷的地方。不提及调查的话，可能很难有更多的真相被披露出来。问题的表面好像是培训幼儿园的相关人员丧尽天良，但核心问题的解决啊，还是要靠监管机构发挥作用啊，要让医院的这个检测结果是真实有效的。在这起事件中，玩忽职守的监管部门和提供严重偏离真实结果的这个检测机构啊，相关责任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说到底，这件事儿如果只是简单的刑拘几个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把他们进行处理，于事无补。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要对关键部门、关键人物进行追责，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们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国是有能力，也非常有必要做到这一点的。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啊，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不容任何人践踏，任何理由都不应该成为伤害孩子的借口。希望接下来不仅仅是惩处涉事的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也要通过对监管和检测部门的追责，才能给更多的家长信心，给孩子们提供更为安全的环境。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每一个家庭都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让我们共同为那些受害的孩子们祈祷，希望他们在专家团的救治之下，最大程度的减少对身体和智力的损伤，希望他们未来仍旧有美好的未来。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